家好，我是涛涛。现在我们在 CLT 机场，然后我们又要去纽约啦。然后这次主要是要去体验看看纽约的海底捞，然后还有见见朋友。那大家就看下去啦。来看一下 CLT 机场。CLT Charlotte 机场有潘朵拉、Pandora。然后有一间很大间的 Mac， 我们台湾真的很喜欢的 Kiehl's， 门口的骷髅头已经是经典了。还有树哎。机场也要有树。我看一下有没有变。有汉堡王。老公有 update 我会看到。我们今天不能吃海底捞了。不可能。航班延误了，原本1点13分起飞，现在是2点34，所以我们可能吃不到海底捞了，因为我们海底捞预约是4点。哇，有纸飞机耶，还有热气球。看一下一直以来都会非常很火爆的 Chick-fil-A， 排队人潮超多的。这次是搭廉价航空Frontier。Cell phones may not be used, however, laptop computers and other large electronic 终于到纽约了，历经千辛万苦。比例4个小时讲不了。没有，它主要它那个降落的时候，它的技术很差。哇，好酷哦！今天太惨了，饮料2.99无限饮，这是1号鸳鸯锅，这个是2号鸳鸯锅。现在还没有那个碗呢。哦。我就点了个骨汤。哇，这边可以自己拿，这个肉也可以拿？不知道哎。这不是不行。反正我没拿。我觉得这边都是可以拿。哦，那它的肉也可以拿。有很多豆制品，我喜欢豆制品。这是今晚我们要住的地方，叫做星光酒店 （Starlight Hotel）。这样。哦，
后一进来，旁边就是个小床，小房间，前面哦，哇，哦，淋浴的，就是小小的一个地方，挺好的。对，是一种hotel的感觉，并不是suites。然后你在外面还漂亮，但是外面现在没有很多灯。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睡觉的地方啦。现在我们在纽约的旅店，然后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早上从北卡到纽约这一段路程发生的事情，想要趁我睡觉前，然后还有一点印象的时候来跟大家做分享。首先我们是搭廉价航空 Frontier 的飞机，然后一开始就先延后登机1个半小时，最后到达纽约的时候已经比实际的时候还要晚，所以我们预计本来想要去吃海底捞，因为我们本来大概是3点就会到纽约，所以我们预计4点的去吃海底捞，打算2午餐嘛，然后去吃海底捞。结果呢，班机延误，我们就海底捞就取消，把位置留给有需要的人，可以去的人，就去不了了。然后后来到了纽约的时候，大概是4点40左右下午，然后所以就晚了1个半小时嘛。结果后来 Frontier 他们肯定又有什么问题，然后所以我们后来是在飞机里待了40分钟，我们才出去了。所以呢，我们出去的时候已经超过5点半了。后来又走去搭要叫 Uber 的地方，然后搭 Uber 到住宿的地方，又过了20分钟嘛，然后已经是要6点了。然后我6点半有一个预约，等一下跟你们讲。然后呢，后来到住宿的地方，这个住宿呢是我朋友帮我去找的，因为他知道我要来纽约嘛，所以他们就帮我找一个比较便宜的住宿，有跟他说要一个单间，然后呢，那个人就帮忙去安排嘛。然后后来，但是首先他们可能沟通上有什么误会，地址是错的，所以我到了之后呢，我打电话给那个类似房东或是负责帮忙我们这些侨住宿的那个人，我就打给他，这电话是我朋友给的，然后打给他说，你好，我到了。然后他说你到了吗？你是到某某某地址吗？然后我说对啊，然后他说你就进来，我帮你开门，然后我就进去，然后后来发现进不去啊，然后他说你是到这个地址吗？后来我才发现，后来才发现出了一个大乌龙，就是呢，他其实是讲70号，可是因为他有口音，所以他讲说，他是北方口音吧，就是你到了吗？什么70号，什么之类的。可是因为错误的地址是写10号，然后他讲的70号我不会念，然后就是很像10号嘛，所以我就说对，我到了，然后就其实根本就不是，是70号，不是10号。然后我进入一个超诡异的地方，地板超级无敌脏，然后墙壁也脏脏，然后非常小的一个过道，然后我觉得我到底在哪里？我觉得我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然后我想说，我的朋友帮我找住宿找到这个地方吗？怎么会这样子？然后主要是怎么办？我要怎么跟我老公交代？带我老公去住一个很奇怪的地方？然后后来他叫我搭电梯，可是我发现我走入错误的地址，那边根本就没有电梯嘛。然后后来我才 realize 他讲的是70。不是10，所以地址错了嘛。然后我们就后来发现，就是一直往前走嘛，然后觉得一直往前走就会走到70啊，结果也找不到70。然后后来发现，我们连那个 street 的名字都错了，所以不只是路牌是错的，其实那个 street 的名字也是错的。然后所以后来走到又走了2条街，然后才到他
他讲的地方，然后搭电梯之后呢，他来迎接我们，结果后来他看到我跟我老公之后呢，他就吓到，因为他就觉得，哎，不是只有一个女生吗？我们这边是女生单间呢。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看一下，结果他就打开那个房间门，然后里面大概有4张床，单人床，很小很小的哦，不是你一般睡觉单人床，我觉得有点像是美容床啊，或者是你去晒海滩的那种，那种床位的那种大小，然后有4张，然后就是他们可以再住一个女的，然后我就想说，天哪，就是怎么会这样子？后来这是沟通有错误嘛？后来我就跟朋友说，就是搞错咯，就是他们不知道我有老公会跟着来，然后所以他们是只有给我准备一个床位。然后我朋友他当然也很奇怪，因为我感觉他也是很无辜，他也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他就说不是会给你一个单间吗？我说对啊，是一个单间啊，但里面还有其他人啊，有4张床，然后有3张床是其他女生啊。后来他才 realize 好像就是中间不知道沟通有什么误会，然后后来就是反正我就觉得我对我老公很不好意思，然后后来可是刚好我6点半，其实我是预约雾眉，因为我之前去雾眉，然后那个颜色已经要淡掉了，所以我打算再去，然后我朋友推荐给我在法拉盛的一间，所以我们就去，然后但是我那个时候已经6点20几分了吧，就最后搞出这个大乌龙的时候已经6点20几分了，后来就来不及，后来我就说那我先去雾眉，然后请老公去找住宿，所以后来老公才找到这一家。But anyway， 所以在雾眉的时候，我老公就去找其他在纽约的住宿嘛，所以我觉得对他也是很抱歉，因为首先这趟行程是我想要来的，因为我妈也在纽约，然后所以想说可以来看我妈，然后也可以来见见其他的朋友，然后只不过一开始首先是航班又延误，然后我们到的时候是真的很饿，因为我们故意要不吃午餐，想说吃海底捞嘛，结果后来海底捞预约也没有，然后住宿又出了个问题，因为原本是想说我们先check in 完之后还有时间去吃点饭再去雾眉，就到最后连雾眉都迟到个5分钟，约6点半，然后后来6点35才到，然后就变成说我先去雾眉，然后呢老公一个人去找住宿。但是后来雾完眉啊，然后住宿也找到啦，后来朋友也跟着我们晚上一起去吃了火锅，所以这件事情就这样过了，然后也没有什么不愉快，只是觉得中途出了很多事情，然后我觉得我非常感谢我老公，因为他就是一个脾气很好、心情很稳定的人，然后发生这件事情他并没有情绪有太大的起伏，或怒或悲，什么情绪都没有，然后也没有责怪我，然后我也没有生朋友的气，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沟通不良而已，然后并没有什么需要责怪任何人的地方，所以只是说发生事情有点多，然后跟老公就是互相的帮忙，然后这件事情就结束了。老公也去找住宿，然后我也全力的就是 support， 就是他找什么我都 OK， 对，然后他也就是也支持我要去雾眉嘛。其实我那时候想说，要不要就取消了，跟我老公先去找住宿，但是老公就这时候他就很有一家之主的担当，然后就说你就去，然后住宿我来用，所以我们在当天很临时的，然后就找到了这个住宿，我们挺喜欢的。它虽然比较小，可是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住宿，然后整体的房间的感觉也还不错，还蛮安静的，目前感受起来挺安静的，所以我们都还蛮喜欢的，所以就把今天的事情分享给大家，只是做一个记录，然后跟我前面说的一样，并没有要责怪任何人的意思，只是说发生这件事情就把它记录下来。而且我也觉得我朋友非常辛苦，因为我朋友也是
就是当中间人嘛，就是沟通，然后没有人会想要多做额外的事情，可是他为了我们，然后去帮我们找了住宿，这一切都是非常感谢的，所以也没有什么责怪啊或者不悦的情绪，我只是很对我老公觉得没有让他有一个很 smooth 的旅程，然后但是这一切我们2个都一起克服过来啦。那明天呢，我们要去曼哈顿，然后去见我妈妈，然后看一下他们要去哪里，然后就跟着他们去，然后晚上再跟朋友继续聚餐。每次来纽约其实都是这样，其实都是找朋友居多，然后吃饭只是附加的，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还是多多跟朋友联系，珍惜每一次见到面的机会。那这就是今天的影片啦，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以后会有很多很好笑的故事可以跟别人分享。那就这样子吧，下次影片再见，拜拜。